都说上海比武汉好，上海呢和武汉我都去过，实话实说，差距真的挺大的。我现在就在武汉的街头，这是武汉非常有名的一条步行街，大家在街上呢购物啊，然后欣赏啊、游玩啊，玩的是不亦乐乎，真的是太漂亮了。这条街上面干净整洁，然后左右两边的店铺啊灯火辉煌。这条街呢，跟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啊不分你我，都是非常热闹的步行街。然后两边呢都是那种历史建筑群，因为这里曾经是租界，在上海那边呢曾经好像也是租界，所以呢就有很多的那种历史建筑，大家呢过来真的是赏心悦目，每个人手上都是喜洋洋的，买的东西啊都是大包小包的。看到没有啊？这边的人呢非常的多，也非常热闹。然后刚刚呢从武汉回来呀，说实话内心呢发现了很多不一样的地方。然后就是说这边的环境啊就是非常的优美，很多绿树啊绿植在这里真的是非常多。前面呢就有一棵大树，看到没有？然后前面呢马上就到了那个巡礼门，是非常好玩的一个地方。然后这边呢还有这种山蹦子，在别的城市可是少见的哟，他们都是一群就是说身体不方便的人群，方便他们呢在这边呢可以拉点客，然后呢给自己家里面增添点收入，对不对？对那个弱势群体啊照顾得非常到位，然后大家是有序的等红绿灯过马路，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马路上真的是人很多，上海的南京步行街也是如此，也是人非常多，但上海呢就是说那边消费啊普遍要比武汉高一点，上海的收入因为高点嘛，所以消费也提上去了。上海那边的高楼大厦确实很多，但是武汉的话，200米以上的高楼已经完全超越了上海，也是非常多的啊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武汉这边呢，年轻化度高一点，就是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多一点。然后呢，大家穿的都是光鲜亮丽啊，新颖一点，就是没有上海那边的一个古朴古素的一个感觉。就是上海那边的人呢，就是说可能就是感觉没有那么潮流，在这边呢还有很多摆摊的，然后大家可以自由的摆摊，对不对？也没人过来驱赶。非常人性化，前面呢是有一条第一条轻轨，然后武汉的空中轻轨，然后这边的房子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，真的非常的漂亮，然后都是一些老的建筑，还有卖冰糖葫芦的。然后我们再往前面走呢，就到了那个应该是京汉大道了，再往前面就是解放大道，这边呢是那个购物中心，整条街啊非常长，1700米，那边是从江边过来的。上海那边呢，给我的印象就是各种物价都很贵，就是说，普通人呢可能很难在那边有一席之地，就是除了能够包吃包住的话，如果不包吃包住，可能一年到头打工落不到什么钱。就是普通打工者的话，除了做生意和那个高薪的白领以外啊，上海那边的消费租房子啊，市中心确实很贵的，所以在上海那边呢找工作一定要找包租包住的。在武汉这边很多工作其实不是包吃包住的。但是有些地方呢，厨师啊之类的一些行业还是包吃包住的，所以大部分人在武汉生活还是能够存到一点钱的。在上海那边呢，可能有些地方买房子啊，连个厕所都买不起，在武汉这边呢，买上海厕所的钱呢，就可以在武汉买一套房子，这是不争的一个事实。武汉的房价相对来说比上海来说便宜多了，上海那边呢可能要8、9万、10万，同样的地段啊，武汉呢可能就只要不到1.8万，不到1.5万的价格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边真的是很漂亮，好多灯火辉煌啊，也能吃到天南地北的美食。反正武汉给我的印象就是，它既有北上广深的繁华，又没有北上广深那么大的生活压力，人们呢都很幸福，就是感觉过来在武汉呢是享受生活的，因为你有多余的钱可以享受生活。在上海呢是不敢随便出去消费的，动不动啊就消费比较贵，在武汉这边的价格更加亲民一点，这就是我的所见所闻，你们怎么看呢？还有武汉的出行方式也很多，上海同样如此。但在武汉呢，坐轮渡只要1.6块，上海那边的轮渡我不知道多少钱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因为两个都是靠长江的城市，马路上的车水马龙，烟火气息非常浓厚啊。然后这边是一个轻轨站，然后很多外卖小哥啊在这边呢忙忙碌碌的，单子也挺多的，网约车也能赚到很多钱。你们怎么看呢？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有空记得来武汉和上海去玩哦，体验体验哦。